玉米大家呢都很熟悉，是很有营养的粗粮，但是对于玉米上的须子，很多人呀就会把它扔掉了。其实这是一种浪费，因为玉米须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每天用它泡水喝，能收获3个好处。好处1，保护心脏。因为玉米须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类黄酮物质，能抑制坏胆固醇，具有保护心脏的功效，所以经常泡水喝对心脏大有好处。好处2，养护血管。玉米须除了含有类黄酮，它还含有生物碱和挥发油，这2种物质有很好的扩张血管、保护血管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用玉米须泡水喝，血管也会更健康。好处3，利尿减肥。玉米须有一定的利尿消肿的功效，经常泡水喝，不仅能给肾脏减轻负担，养护肾脏，还能够起到减肥瘦身的作用。大家在用玉米须泡水的时候呢，最好不要用新鲜的玉米须，也不能空腹食用，还有要注意呢，不要过量，要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胃是喇叭，肝是哑巴。当胃痛的时候，你是有感觉的，但是呢，没有人会说肝疼，所以呀，我们只能从身上的一些变化来判断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。脚底干燥脱皮。我们的皮肤和内分泌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，这样脚底皮肤就容易出现干燥、脱皮甚至干裂的情况。脚底皮肤发黄，正常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脚底皮肤变黄，就可能是肝功能异常，导致胆红素偏高，所以脚底出现发黄情况。脚底纹路变多。肝脏是负责解毒和排毒的，如果肝脏受损，那么就会影响排毒，血液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而我们的双脚距离心脏呢比较远，若是脚底纹路变多了，就可能呢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脏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身体也会垮下去，其中肝硬化就是比较常见的。若不想肝脏硬化，平时要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发霉的食物，食物如果放久了，就可能会出现发霉的情况，这时一定要扔掉，因为发霉的食物会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容易给肝脏带来损伤。第二种，蛋黄，蛋黄中含有很多蛋白质和脂肪，若是肝功能不好的人吃了，容易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那如果想要养护肝脏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蘑菇。蘑菇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，蘑菇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铜、铁、硒等元素，经常吃有助修复肝细胞，提高肝脏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说胃是喇叭，肝是哑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我们是感觉不到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腿脚的一些表现来得知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。若没有3个异样，表明肝脏还不错。腿脚僵硬不灵活。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会发现自己的腿关节变僵硬了，腿脚也不灵活了。其实这可能是肝气虚弱的表现，这时需要好好的养肝了。腿总是无缘无故抽筋，很多人腿抽筋认为是缺钙了，其实还可能是肝脏不好了，因为肝主筋，如果肝脏不好，气血不通畅，腿就容易抽筋，所以大家也要留心。脚底发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脚底，若是发现脚底异常发黄，这也可能和肝不好有关，也要多注意休息。现在很多人都饱受肝病的折磨，比如肝硬化。其实当肝脏出现硬化的时候，我们的双手会有一些表现，大家要留意。第一，看自己的手指甲，大家可以伸出手摸一下自己的手指甲，如果指甲有凹凸不平的竖纹，并且竖纹呢有发黑的迹象，就可能在提醒我们肝脏发生了硬化，要多留意。第二，看手的大小鱼际，大鱼际在大拇指根部这里，小鱼际在手掌内侧，那小拇指尾端凸起的这个地方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发现这2个地方出现片状充血或者是红色斑点，那按压之后呢就会变成苍白色，这也是肝脏硬化的信号。那如果这2种异常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。肝脏最爱的2种食物是养肝王，经常吃，肝脏一天比一天好。第一种，菜花。菜花是生活中常吃的蔬菜，又叫花椰菜，
菜花的营养一般比蔬菜丰富，其中富含食物纤维、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多种矿物质，尤其含有的维生素 C 可以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经常吃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第二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天然的水果，而且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多种有机酸、糖和矿物质，可以呢直接吃，也可以用来泡水喝。经常吃桑葚能滋补肝肾，清除肝脏毒素，对养肝护肝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常在家里做饭的，如果呀一顿饭吃不了，很多人又舍不得扔掉，就会放在冰箱里留着下一顿吃。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？下面的这2种最好扔掉，可以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家里如果剩了绿叶蔬菜，最好扔掉，千万不要隔夜，因为绿叶蔬菜在放置6小时后，硝酸盐含量就会升高，时间越长，对身体健康越不利。所以大家在吃绿叶蔬菜的时候，最好能吃多少做多少比较好。第二种，海鲜。海鲜也是不适合隔夜吃的，因为隔夜的海鲜，其中硝酸盐含量也会升高，而且还会产生一种蛋白降解物，会影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健康。那海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滋生细菌，容易引起腹泻，所以大家尽量也不要隔夜吃。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而有的人就喜欢喝白开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隔夜的白开水还能不能喝？很多人其实都喝错了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如果在炎热的夏天，隔夜的白开水中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喝。但如果是正常的环境，温度不是很高，那么隔夜的白开水中可能会繁殖一些微生物，但是对身体影响不大，只要水没有变质，没有受到污染，还是可以喝的。还有就是放在水壶中的凉白开也是可以放心喝的，但放在水杯中的就要注意了，最好不要喝。所以隔夜的白开水如果保存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放心喝的。那提醒大家，白开水放置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天，最好当天烧开的水当天喝。还有保存的时候最好盖上盖子，以防受到细菌的污染。天一变化或者是天气一凉，很多人都会有关节疼痛的情况，对生活产生影响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缓解关节疼痛，有利于关节健康。那这个方法就是可以用宣木瓜和车前草煮水喝。宣木瓜被誉为植物黄金，有舒筋活络、祛风化湿的作用。车前草也叫做车葫芦草，夏天在草地很常见。车前草有利水通淋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用8克的宣木瓜、4克的车前草放在锅中煮水喝，煮15到20分钟。那没事的时候喝一些，有很好的祛湿散寒的作用，能够帮助改善关节疼痛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孩子长牙是很多妈妈比较重视的，正常情况下，宝宝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长牙了，但是很多宝宝到了8、9个月还没有长牙，这时妈妈们就开始担心了，认为是不是缺钙导致的，然后盲目的给孩子补钙。其实孩子长牙晚并不一定是缺钙了，还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，妈妈们要注意。胎龄的问题，有些宝宝因为早产的原因，牙齿发育的时间不足，这样就会比足月的宝宝出牙晚一些。遗传的问题，其实出牙的早晚多少和遗传有些关系。如果爸爸妈妈小时候出牙比较晚，那么孩子也可能会遗传，而且男孩长牙也会比女孩晚一些。没有添加辅食，当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不要只给孩子喝奶，还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，这样可以给宝宝增加营养和刺激宝宝的牙床，对宝宝长牙也有帮助。我们很多活动都要依靠腰部来支撑，但是平时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给腰部造成损伤，出现腰酸、腰痛等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练一练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左腿向后伸直，双手尽量的向后伸展，身体保持平直，坚持5秒。回到站立的姿势，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坚持5秒。每天这样练习3到5分钟就行。之前我们做的都是俯卧的小燕飞，那这个站着的小燕飞比较简单，经常做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有帮助，有利于增强腰背肌肉力量。
对改善腰痛、保护腰椎有一定作用。那想要腰好，大家平时还要注意不要太劳累，多休息，还有多锻炼身体，这样可以让骨骼和腰肌变得更强壮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